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误判啊，这个题目有点大，但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准备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啊，请大家留意啊。那么这个话题是由哪里开始引发的呢？这个话题是基于2件事啊。第一件事，基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主要的一个报告，就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啊，其实是5月20号。白宫发表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份全面性的阐述啊，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也是基于这份报告啊，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一系列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很多专家学者、智库等等啊。他呢就形成了一份这个新闻报道啊，形成一份稿子啊。那么这份稿子呢就阐述啊，其实是在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变的背后的原因啊。那么我看了这2个东西，包括这篇稿子，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方针啊。我把它放在一起看完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战略判断是错误的啊，它整个的战略判断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基于什么呢？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还是一个误判。那么基于中国的不了解，或者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形成的这个战略也是不正确的啊，整体是不正确的啊。那我今天就讲讲我的看法啊。我先把这个哪是这样啊？这篇稿子写的还是蛮有分量的啊，蛮有分量的。6·4事件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因为6·4事件，中美关系中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啊，就是美国基本上当时是对中国采取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制裁啊。那么中美关系陷入2国建国以来的最低谷，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31年前，31年后的今天啊，中美关系又进入另外一个低谷。那么这个有一个比较巧合的事情啊，就是5月20号，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宣誓就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5月20号还是另外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什么事件呢？我这是看这篇稿子我才知道，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题目叫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也是5月20号发表，但是是50年啊，到现在有50年了。那么然后5月20号，白宫发表的这一份什么报告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啊。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有2点。其实大家都看的比较多啊，讲的也比较多。它这2点，第一点呢，就是过去2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啊。对华政策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误判，就是有一个战略误判。也就是说，过去20年，美国对华的战略基本上叫接触战略啊，接触战略。这个接触战略不能够不接触，要接触，保持接触，希望通过保持接触啊，促进中国的改变啊。但是其实结果正好相反啊。中国就利用西方这种开放的系统啊，
拥抱西方，然后试图改变西方啊，这是其实正好没有改变对方，而是在被对方改变。所以呢，这个报告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也是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挑战啊，因为中国的这一系列的战略举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啊，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份报告基本上谈的是什么？就是说，本届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竞争性的方针啊，竞争性的方针。然后呢，他说呢，我们对中国采取竞争性的方针有2个目标，第一个，改善我们的机制、联盟和合作伙伴的韧性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迫使北京放缓或者减少那些伤害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关键国家利益的行为。那么，即使他这个报告还说，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之界，我们欢迎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展开合作啊。竞争不必导致对抗或者冲突啊。然后他还说，美国期待与中国公平竞争，让我们2国工商界与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啊。这是这份报告的原文的陈述啊。这份报告重申了什么呢？重申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啊，这是川普总统制定的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当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有4大支柱：第一，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生活方式；第二，推动美国繁荣；第三，通过实力来维持和平；第四，推进美国的影响力。啊，这份报告是，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叫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既要坚持我的价值观，坚持我的价值取向，同时呢，我要面对现实，我要追求现实上的利益，这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是非常典型的共和党的共和党色彩的政策啊。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它背后反映的整个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和战略方针的背景是什么？美国之音这篇报道呢，他采访了很多人，这些人呢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美国的高官，美国的学者啊，然后有很多的顾问，智库等等啊，我一个个讲他们的看法啊。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叫兰普顿啊 ，Lambton 啊 ，David Lambton， 他是非常有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教授啊，他是非常有名的知华派啊，算是知华派里面的老大啊，就是叫兰普顿 Lambton 啊 ，Lambton 就说呢，当然他是清华的啊。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都不能够在一个会把我们杀死的病毒上进行合作。其实他讲的就是中美关系现在已经跌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就是呢，我们面对一个要我们的命的病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合作啊。他这完全是没有立场的，没有美国立场的看法啊，没有美国立场，就怎么说呢？这就是导致过去20年美国对华战略误判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类似 Lambton
这样的人他们的看法啊，他们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像 Lampton 这样的知华派啊，其实他们骨子里是不是知华派？他们骨子里是亲共派，我是这么认为啊，未必对，但是这是我的看法啊。然后呢，专栏作家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Peter Morrissey 啊，他说他的判断也是这样，他说眼下的情况比6·4事件之后的中美关系还要糟糕啊。那么他是这么觉得，他是这么看，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加入西方经济体系，而他们则以不守规则、千方百计作弊来回应，这还绝不仅仅是中国不民主、压制这么强的问题啊，压制性这么强的问题啊，他们是这么看啊，他是这么看。然后呢，这个人呢有 James Mann 啊，这 James Mann 其实是我的同行，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啊，这是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孟杰木啊 ，James Mann 啊，他是这么看，他说我认为这种认识确实来得太晚了一点啊。但是我很高兴，美国的政策现在开始认识到，他们早就应该认识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对美国是个威胁啊。他其实这个 James Mann 呢，其实很早就认为中国的繁荣不会导致它走向这个经济上的自由化啊。2006年他就出版过一本书。叫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这个还是对中国还是比较清楚的啊。他当时就预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他的成功将鼓励其他集权政权抵制改变的压力啊。这是 James Mann 的看法啊。他还认为他还是这么说，他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之前的错误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而川普总统的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代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法，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它是一个这样的看法而且孟杰木还说呢，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与美苏当初进行的冷战的情景相提并论他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冷战他说美国呢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他说在我的脑海当中新冷战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两国在全球进行军备竞赛，但是呢，中美之间现在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虽然我们中美两国的对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中美两国没有进行冷战，因为没有进行展开全面的军备竞赛这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孟杰木James Mann 的看法他就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开始改变什么呢？就是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但是中美之间仍然没有进行全面的冷战这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然后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助理，然后呢他曾经做过什么呢？他曾经做过助理国防部长叫梅惠玲，这老美喜欢起中文名字 Mastro Skylar Mastro他认为呢，川普政府对华战略与战略遏制战略并不是一回事
他认为啊，就是川普的对华战略与战略遏制战略不是一回事。他说呢，基本上川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啊，这个很重要，这个看法，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川普政府的看法呢，中国的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呢，川普政府就不想再提供方便了。他和遏制完全不一样啊。他说川普政府的想法是，我们不应该再帮助中国，我们不应该再教育中国的学生，不应该再给中国提供技术，不应该通过贸易给中国经济做贡献。他说这不算是遏制啊。就算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这种实力与显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啊。中国的行为表明，这种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帮助一点都不感激，而且对抗你，所以美国应该停止这种帮助。美国的态度是这样，这个说的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看法真的很反映川普。你看，你现在看川普的一系列的动作啊，其实真的很基于是这种看法，就是中国你的崛起就是因为我帮你，没我帮你崛起不了。那你现在跟我找我麻烦是吧？行，我就不帮了。川普政府是这种态度啊。那我刚才讲那个 Lamberton 呢，其实呢，他呢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就是知华派啊。那么 Lamberton 还说呢，他认为呢，中美之间用竞争，我们刚才讲这个美国对华战略方针里面描述的是两者之间是一个竞争的关系，竞争的战略。Lamberton 认为，竞争这个词儿呢，不足以形容中美之间的现在这种激烈的关系啊。他说，应该用什么词儿呢？就是竞争是 competition 啊，他应该用什么呢 ？Rivalry 就是争夺。他说中美之间现在很激烈到了争夺的状况啊。他说竞争其实是互相是一种文字游戏，描述互相打脸啊。他说争夺呢，但是又没到战争这个状态。其实他说就是中美之间是竞争和战争之间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一个争夺。中美之间在所有的领域都在进行争夺啊，争夺。这包括什么呢？包括战略、教育、文化、外交、经济领域全面争夺，这是他的描述啊 ，Lamberton 的描述。那么这个孟杰木 James Mon 的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政策会改变？改变他James Mon 的看法是，美国以往对华的政策代表两种需求，一种需求是什么？一种需求是美国的商界，第二种需求是美国的安全需求啊，这两个美国的安全需求当然是这个国防部啊这些啊。那么70年代美国与中国进行接触的部分是受到了制衡苏联的国家安全需求的推动啊，这个判断我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天安门事件之后推动美国继续保持接触，受到什么的推动？受到与中国进行贸易投资需求的推动，那就是商界的推动啊。那么他说现在呢，这两股力量的情况都发生变化啊，发生变化。他说呢，过去5年，这两个群体都反对维持既定的中美关系啊。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商界发现，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意义已经减小了，它更像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而且它窃取知识产权等等，所以商界不再主张与中国维持以前的关系啊，就是接触的关系。另外，像五角大楼这样的国安界也把中国当作军事的竞争对手，所以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高科技界，高科技界呢也开始对中国的情况越来越担心啊。他说，这就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他没说，其实美国推动美国对华战略，其实还有一股力量，是什么力量？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啊，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其实也是很大的，就是要求中国改变它的政治诉求、政治方向啊。当初的接触政策其实是有个战略误判，就是前面讲的商界的力量是其中一个力量，还有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觉得我们通过经济的繁荣，促进它的经济繁荣，最终能够改变它的政权属性，就是和平演变。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啊！我认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也觉得之前的判断是错的，也要改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块啊。那么哈佛大学教授 Ellison 啊，就是 Graham Ellison， 他有一个判断，他说呢，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原因很多方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什么因素呢？他说呢，从根本的层面来说，美中两国是一个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且崛起速度非常的快，它使得美国在各个领域，失去什么？失去领导地位，美国人就不干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艾利森曾经是克林顿政府做过这个政策与规划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哈，贸易领域也好，这次疫情卖口罩也好，在很多领域，中国正在取代中国，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一些领导者啊。所以，中国正在侵蚀美国的地位，美国就开始觉得这一点了，开始感受到了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中国自己政府啊，中国政府呢，他的行为是什么呢？他的行为，他做了很多非常激进的行为，让美国觉得，我受到威胁了啊。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中国的相对实力上升，所以他的活动和强势态度也加强啊。这是他的看法这是他的看法。那么担任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办公室主任的莫里西他说他的认为是什么？他说对北京强硬不仅仅是川普政府和共和党的立场，而且是民主党的立场。他说两党的共识他的两党的共识。他这么认为莫里西是这么认为。他说，川普政府的政策转向和什么有关系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和习近平，就是川普与习近平的对习近平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有关系莫里西讲他说，你每次跟中国谈判都谈不下去，都会谈崩。你每次跟他谈判，都不是真的跟你要谈判，都最终谈崩。你比如说中美贸易谈判
谈了半天，结果中国最后还是不签啊，不干。好多他总是谈崩啊，包括世卫啊，包括这次疫情他觉得习近平就蒙了这个川普，川普就非常的，川普对习近平的看法真正发生转变在什么时候？就是在疫情这一次，就是他觉得习近平蒙了他，骗了他，他非常的愤怒。之前也是，之前那次就是中美贸易谈判那次，中国那次到临门一脚不签，川普也是非常愤怒。但是真正的改变看法是这次疫情啊，疫情。所以川普的支持者甚至认为，川普应该对北京更强硬一些啊，更强硬一些。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梅惠玲啊，他认为呢，中美关系的恶化跟中共的政权属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啊。他说，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在很多问题上，不管是台湾问题还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可能他的立场是一样的，这是他的看法啊。然后呢，这个 Edison 他现在是哈佛大学这个尼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啊，他是哈佛大学的，他这里还有一段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美国对不断发展的中国进行遏制、限制或者制约的战略是什么？他认为呢，应该让其他有分量的国家站到我们的跷跷板这一边。但是呢，川普政府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盟友推开啊！川普总统一直是美国第一嘛，美国优先，你还不把盟友推开？然后这个其他的几个学者都认为，川普在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做得不对，不应该跟中国单挑，应该和其他的盟友合作啊。基本上几个学者都在讲这个问题，讲川普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太大的没有做到很好啊。还有 Edison 还有一个看法是，川普政府已经把中国作为总统选举的一个中心议题。其实两个候选人在中国议题上都是选择强硬的态度，因为整个民意是这样啊，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大体上是这样啊。就这几个学者，我把他们的言论总结了一下，五条啊。第一个，美国仍然把中美关系，当然我是基于这几个学者的看法，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啊，我总结了美国对华战略的5个总结点啊。第一个，美国仍然把中美关系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和国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甚至是更激烈的对抗，但远没有变成冷战，因为冷战是敌对关系，是全面的敌对关系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全面的、更强硬的政策，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是第三条。第四条，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挑战啊，各方面的挑战，源自于它自身实力的增强，就算它不是中共的体制，它也会这么干，这是第四条。第五条，美国应该联合其他盟友联合起来与中国竞争啊，这是基本上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是对华战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战略，就是竞争战略。这个看法呢，我认为是一个战略误判啊，这5点我认为是错误的啊，基本上是不对的啊，不对的。我的看法有好多条，
我的看法有10条啊，10条。时间会长一点，大家忍耐一下啊。第一，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基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第二，美国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是错的。那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建基于一个对方的战略意图的判断。我怎么对待你，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判断你对我有什么意图。如果我对你判断的意图是错的，我的整个战略就是错的，因为你对他的意图你都没搞清楚。目前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目前对华的战略意图的判断是错的，所以它的整个战略是错的，这是个战略误判。这是第2条。第3条，把中国的战略进取归结于中国实力的增强，这是这种判断错误的关键点。为什么？你看哈，不是一个学者，就算是美国的战略方针，它的基本上的调子是什么？是中国崛起了，于是他对美国产生了威胁，产生了挑战啊，就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个逻辑上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实力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崛起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过他的战略进取心和行动。你想一下，朝鲜战争是怎么发生的？那个时候中国有崛起吗？中国没有崛起。越战的时候，中国有崛起吗？中国也没有崛起。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东南亚的这个战略扩张是它崛起的结果吗？都不是。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进取，不是基于它的国家实力，国家实力只是提供了它进行战略进取的条件而已，增加了它战略进取的条件而已。中国的战略进取一直就没有改变过，从它建国开始到现在，它就没有改变过。你想一下，你数一数，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中国对东南亚的这个输出、革命输出等等一系列的战略动作，中间有一段时间中国是偃旗息鼓的，就是改革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中国把所有的战略进取动作放下来压下来。但是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韬光养晦。美国人不了解什么意思吧？韬光养晦就是我不告诉你我的战略意图，我不做战略意图的动作，但他并没有说我改弦更张。所以无论是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到各个研究机构，到美国的战略方针，其实有个基本的判断错误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战略进取基于它的实力的上升，这是一个基本判断错误。为什么？就是他没有搞清楚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其实中国的战略意图从它建国到现在从来没变过，只是基于它不同时期的实力，它能够进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没有区别，没有改变过。现在它的战略进取，由于它的崛起，它的实力的增强，它可以伸得非常的远。一带一路可以伸那么远，可以做那么大的动静，它原来做不到，原因它没有那个实力，有了它动静就大了。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判断误判，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战略进取。
战略进取基于什么？战略进取不是基于实力的增强，而是基于它本身的价值观，它本身的初心。它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中共的初心，研究中国的战略，研究中国的战略企图，不研究中共的战略企图，这是根本的错误。你只有搞清楚中共的战略意图，中共的初心是什么，你才能知道中国的战略行为背后的内核是什么东西。中国的内核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从来没改变过，无论是他建国的初期到改革开放到现在，他是一以贯之的，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呢，对中共第4条，对中共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分析，是美国从政府到学界对中国产生战略误判的根本原因。不是基于对中共的战略意图的分析产生的判断，都是缺乏定位和深度的。这是我今天想讲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啊，就是如果不把中共分析透，你想去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那是缘木求鱼啊。这是第4条啊。第5条，美国的优越感美国的优越感会让美国失去对抗的优势。我经常讲，川普手里全是王炸川普手里全是王炸。从实力上来说，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但是你这一头呢，又对中国有战略误判，这一头呢，你又怀着深深的优越感，你的崛起不都是我的帮忙吗？我要是不帮忙的话，你就完蛋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是中期，美国的帮忙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现在仅仅是采取一个叫什么叫分开的战略的话，你还是不会赢。为什么？因为你的战略都错了。所以美国的优越感会让美国失去对抗的优势，这是第5条。第6条，如果不能尽快的做出清晰的判断，美国将失去另外一个20年。美国的对华战略将继续再错20年。这是第6条。第7条，我快点讲啊，这有点时间有点长。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盟友，美国去花时间去整合盟友的立场，把自己立场调整清楚。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美国需要全面的调整对华战略，而不是找盟友。先搞清楚你自己的 position， 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不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你怎么去找盟友？找什么样的盟友来？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意图。美国需要的是什么战略？既不是竞争，也不是争夺，既不是遏制，也不是对抗。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美国需要一个他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的战略，是吗？对吧？我们就算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他怎么对待我，我就要怎么对待他嘛。你想跟他做朋友，他是把你当敌人，你为什么想跟他做朋友？你不傻吗？美国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战略。什么战略？敌对战略。美国应该采取的是敌对战略。为什么？因为中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到现在，他对美国的战略就是敌对战略，而且全面的敌对战略，从来没改过。就算你跟他跟你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跟你碰杯，他也是敌对战略，没改变过。所以我们讲，中国对美的战略是什么？敌对，全面敌对，
超限战的敌对，全力以赴的敌对战略，会赢吗？我一直在讲，中美之间实力悬殊，如果要对抗的话，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你别忘了，中国有一个田忌赛马哦，对吗？中国还会赢哦，他能赢你的哦，他只要有一匹马能赢你，他就能够赢你。为什么？田忌赛马呀，你又没全面跟他对抗，你老是讲着我们还是个竞争关系，我们还是个正常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没有把你当做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他对你进行全面的渗透啊，派第五纵队来啊，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他？他一不小心把你的枕边人变成他的情报员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如果不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个人，你怎么会赢他？所以这是第7，第8。美国的战略误判有2个基本的错误，哪2个基本错误？第一，美国高估了对方的实力；第二，美国低估了对方的决心。就这2个基本的错误。中共没那么强大，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但他胜在什么？他胜在全力以赴，他胜在一开始就是对你进行敌对状态，所以你一直没有赢啊。这是第8。第9，中美关系如果不是美国主动进入战略对抗或者战略敌对，也会有一天也会被迫进入战略敌对。为什么？因为美国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总有一天美国会陷入一场和朝鲜战争一样的被动局面。你看，在所有和对中国的战略互动当中，美国一直是被动的。你比如说朝鲜战争，最终是谁跟谁打？美军跟解放军在打，中国叫志愿军，其实就是解放军啊。美军跟解放军在打，他是被迫跟他打的。为什么？是解放军是跑出来跟他打的。他有没有战略预判？没有战略预判，他一直是被动的。他是被动的陷入了一场对立，战略对抗，最后变成战略对抗。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如果美国现在不主动的进行战略对抗，他有一天也会被动的进入战略对抗。为什么？因为对方翻脸啊，对方会选择找一个机会跟你翻脸。现在不跟你翻脸，是因为你还蒙着呢。他为什么跟你翻脸？等你明白的时候，他再跟你翻脸。所以呢，主动优于被动，因为主动你可以选择什么地方进行攻击。这是第9点。第10点，中美关系未来会不断的摆来摆去。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学界，包括中国问题专家们，都搞不懂中国和中共的战略意图。他们一直没搞清楚，他们核心的问题还是这帮中国问题专家们骨子里的亲共意识啊，所以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啊，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还是觉得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啊，这个战略误判会让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有点长。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这里想讲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2天这个平台又对我们进行非常严格的限流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的给我们点赞啊，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点赞是我们对抗五毛，也是我们对抗平台限流的有力的手段，所以我们需要网友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啊，这是想说的一件事啊。另外呢，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还有一点就是平台对我们限流的同时洗粉洗得很厉害啊，洗粉洗得很厉害，很多的网友跑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我的订阅又不见了，所以请大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王健频道还在不在。王健的订阅不在了，请大家再订阅回去啊，订阅回去。那么另外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参加我们的直播，我们有更多的网友进行互动啊，我们这个平台的，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特征就更鲜明啊，需要大家都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推特号和这个叫什么脸书号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肖若元的这个频道突然一下子所有的内容都没有了啊，据说是一个错误啊，一个错误，到底是不是错误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也提醒了我，也提醒大家，你们还是尽量的去关注我的脸书号跟推特号，多建立一些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有一天可能我的账号也可能没有啊，所以这也是提醒了我这一点啊。所以好吧，好，那明线一下。AC 谢谢，又收不到通知了，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检查关注，没有通知到时候就来。是的。贝拉瑞谢谢， Kintim Lee 谢谢，好久不见 Kintim 啊。Rick 周谢谢，王先生早安，这2天错过直播，请先生喝杯咖啡，谢谢。JTL 谢谢感谢 Kintim Lee 对频道的支持啊，谢谢啊。张涛谢谢，观点不需要效忠的是党派，需要效忠的是帮派，党派敌对的手段就是理论与民意，帮派敌对的手段是暴力。好，姥姥王谢谢，对翻墙的朋友致敬，一起给王先生奉茶，谢谢姥姥王。观点这一集一定要仔细处理字幕与翻译，尽量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看看，好吧，谢谢啊。评论人在大陆，希望有这么一天，王老师能够回到大陆，能有自己的畅所欲言的讲座，届时定会前往，当面感谢您为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世界所做的努力，谢谢你。观点，美国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美国是中共永远的敌人，因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会要了中共的命观点，美中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两强相争的关系，而是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人性与魔性之间的关系。若不看清楚这一点，则总是会误判。看过一个观点挺好， CCP 意图是生存与争霸，而不能把天朝当作正常的国家看待，比美帝智库高多了。生存与争霸， CCP 的意图绝对不是生存与争霸， CCP 的意图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人类听我的，我得建立一个我想要的理想国这就是红旗插遍全球的意图。观点，中国从来都是以美国为敌人，的确没有改变过，共产党就是这样给老百姓洗脑，美国是最大的敌人。是的，我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中共，我那个时候没有学过新闻，
我从记事就知道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啊，所以中共把美国当敌人这件事情路人皆知，至少中国有12亿人口都知道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可是美国就不知道，只有美国自己不知道，你说这奇怪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只有美国不知道。你说10几亿人都知道，美国人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些在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都去干什么去了。你去中国去问一下，你做一个基本的民意调查，你就知道啊，很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啊。观点：统治全世界不只是中共的目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淫。去看那些流行的网络小说就知道，所以中共是中国人的优秀代表，其实也不对。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意淫？就是中共洗他们的脑子，把他们洗成这样的啊。观点：老美中文没学好，韬光养晦后面一句是卧薪尝胆。吴越春秋的历史就是一段中美关系的写照，非常正确。观点：以中共目前的做法，肯定向着越来越穷的方向努力。如果一旦没有那么多钱，它的海外渗透就会锐减。例如谷歌或者推特这些风向会调整。我认为对付中共就是要把它的经济拖垮，对外运作的费用减少了，那些亲共派就会减少。内忧外患下，这个政权就会动摇。错，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他什么都可以没有，老百姓可以没有饭吃，但是这些钱他不会少花的。你太低估中共的实力了。中共100亿 GDP， 100万亿 GDP 啊，他是很有钱的啊。他经济拖垮也是100万亿的 GDP 啊，他不会没有钱的。这点钱算什么？对他来说，他是以亿美元为单位的经费，是亿美元为单位的经费。你开什么玩笑？他没钱，他是有钱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共。所以经常海外很多人在说啊，中共马上就要倒台了，中共一隔着就死。中共要一隔着就死，他这么多年都不死啊，你隔着他几下试试？不行的，不能这么看。这是一个认为中共很快就要垮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误判。中共是非常强大的，他的实力非常强大，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所以很多说啊，中国马上就要垮台，那都是胡扯。中国没那么容易垮台，中国也没那么容易垮台。要首先搞清楚这一点啊，不搞清楚这一点，谈什么对抗？所有的对抗都是瞎扯。观点：中国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中国太太。那些专家大多有一个中国太太，不清华才怪。是吗？那我就不知道啊。观点：我认为美国要反思对华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华政策本身，一定要深入到自身认识的局限上，否则美国很有可能还会犯一次类似的错误。美国对华政策在历史上就已经出现过战略性的失败了，非常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的没几次啊，真的大部分都是错的啊。观点：中共国不光是对美冷战，而且有阴谋的挑战。中共国是对美国暗暗的以攻为守。提问：王老师，蓬佩奥是看清中共了的人吗？我不知道哎。蓬佩奥是非常坚定的执行川普的政策啊，他是川普的其中的一个打手啊，所以他每天都发表对攻击中共的言论啊。但是他对中国也好，对中共的这些言论是基于对中国的深刻判断，还是仅仅是在执行
川普的政策呢？很难说，很难说，因为你要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也不能完全怨他们啊。为什么？我都说过很多遍啊。外界对中国的看法60%是错的，基于2点。第一条，中国刻意的隐瞒大家啊，编故事，讲撒谎成性，所以他在不关紧要的事情上他都要撒谎，所以大家看他不就是变成就很多的误判，很多误判。第一个原因是基于中国的撒谎、欺骗行为，他大量的欺骗行为，对外的各种宣传都是欺骗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是基于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啊，对中国人的不了解，一方面是对中国人的不了解，一方面中共的诚心欺骗，这两者往中间一碰，那真的不了解中国啊，这是有客观，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客观原因的啊，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意愿的问题，它还有客观的因素啊。所以蓬佩奥到底有多了解，我不清楚，我看不出来。观点以技术换市场是中国对内的说法，国际上是签了 WTO 协议，说好的是对不起，15年后要全面开放市场，但中共违约，一直限制多多，没有全面开放。这个也不能全怨中国啊，也得赖美国，就是他违约了，你不做声，你不去搞他，那是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那个违约的人的问题，是那个被对待的人的问题，是吗？我觉得美国有一多半的责任是美国啊。观点，美国现在的态度其实刚刚好，有一定调整余地，而川普实在美国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现在川普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的极左势力。个人很希望川普能够像雷根总统一样，对中国发表一个 Evil Nation 的演讲。我没意见，我没意见。提问：王先生能否进一步分析一下美国何以形成这种战略误判？简言之，误判得以形成的要素是什么？我总结一下吧。美国形成战略误判的基本的要点背后的原因的话，我觉得跟中国问题专家的那种亲共意识有关系啊，这是一个啊，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是亲共的，而不是亲中的。很多人认为是亲中，其实什么知华派、亲华派都不对。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他的骨子里是亲共的，跟亲中没有关系，是亲共的啊，他们是亲共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就是认为还有一个认为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诚心的欺骗，骗大家，骗着不就大家误判了吗？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基于2件事情，就是一个是欺骗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本身他亲共，他当然写出来的东西就你看不到问题的根本嘛，对吗？他帮着一起编故事，就是这个问题，就这2个问题，核心的这2个问题。那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中国实力的高估。中国没那么大的实力，中国其实叫什么空心枕头是吗？是叫空心枕头吗？绣花枕头，你真打起来不行，他就是高估了他的实力，低估了他的决心，就是这样的问题。提问：王老师，我之前一直认为美国的黑命贵运动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就是早期的共产党运动。昨天看到福克斯塔克卡尔森也是评价这次运动为文化大革命，请问你认同这个看法吗？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的那个之前有一个讲，我有一集专门的题目讲左派的虚伪善这次运动我就觉得这就是左派的伪善，没别的，我没别的评价就是中共的作恶，左派的伪善好吗？我有一集专门的节目在讲这个，你可以去看，那是我的观点。我从这场运动的开始，我就已经讲过了。就这场运动刚刚开始，没到现在这么大规模，我就讲左派的伪善，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是文化大革命，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真的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如果你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你根本不会把这场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观点，电影《活着》里说，鸡长大了会变成鹅，鹅长大了会变成羊，羊长大了会变成牛，牛长大了就是社会主义了，政府就把牛牵走了。提问王先生能否这个讲过了哈。观点，中共就是苏共的衍生物。当年美国推翻苏共，为什么要相信中共呢？都是一个体制内的共产主义，有些不太明白。这个网友非常的，这个眼睛很毒哈。中共就是苏共的一个分支，就是一个中共分部。中共就是苏共的一个中国支部，所以中共的源头是苏共，就这么简单。这个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搞明白中国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中共就是苏共的中国支部就行了好，我现在观点，今天美国历史学界或者是西方历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西方列强时代以及条约体系时代的历史评价怀有整体性的偏见。我认为西方左派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我没搞懂你说什么情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颁布了中央机关党工作时间以外政治言行的若干规定提出19个不准OK。观点，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虚构，央行放水达不到基层，所以基层的应该想办法用征信变信用贷款。不懂你说什么情况，我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亲身经历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80年代我就去中国做生意，亲历中国的进步狂奔，蓬勃兴起，感到振奋和骄傲。直到2012年以后，慢慢觉得不对劲，然后2017年看到海外自媒体爆料革命，像是拼图一样把我的疑惑一块块的拼凑起来，恍然大悟，这也是我个人的判断错误吧。观点，王老师你好，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逐渐好转，微型反弹，对中国经济下行形势能起改善的效果，特别是做出口的企业，会大大改善现行的寒冬，就业会改善多大？我觉得对中国出口有帮助，但是有多大的帮助不好说。为什么？中美贸易战打着呢，中美贸易战还打着呢，所以能有多大的帮助不好说观点，王老师，我之前很喜欢美国的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叫 John Mashirmir， 他提出了和你一样的观点，说美国长期误判中国。OK， 好吧，好，现在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明谢一下Vivian Z， 谢谢 Ada 梁，谢谢 Sakuya， 谢谢。今天的内容很重要，王老师可否把要点整理成文发到推特、博客、脸书上？好吧，我想想。Jenny Lee， 谢谢。
CHN， 谢谢。中国的媒体人为什么连桂林水灾这样的事情都不敢报道呢？有报道的，中央电视台有报道啊。产 Claudia， 谢谢。情况，昨天我美国电话和香港带过来的 iPad 都搜不到视频，今天也是，但进首页有直播视频。谢谢王先生的坚持，谢谢。雨萌，谢谢。谢谢王先生分享观点。纵观美国智库，以这种视角分析中共列宁主义战略的人应该很少，也缺乏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需要复兴的是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委员会，但是美国的左派思想已经腐蚀了美国传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非美活动委员会和麦卡锡主义我都不支持啊，美国不需要这些，美国已经足够强大。美国要改变的是什么？美国要改变的是它的战略判断。美国改变了它的战略判断，它就可以改变整个的美国战略。只要美国改变了战略，所有一切事情都改变了。它不需要做你说的这麦卡锡主义啊、非美委员会这种勾当，不需要。美国只要正派做事就行。美国有很强大的实力，它根本不需要干这种事情。他正派做事就能把事情做得很好。当路之蓝，谢谢啊。程序，谢谢。发达经济体中是不是日本最了解中国？有朋友说，当年日本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而美国却从中国获得了很多利益，从此日本认清了形势。我也不觉得。日本呢？日本其实在国际关系当中，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日本很少国际义务的担当，他也没做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说当年日本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我不知道你讲的时间是什么，我没觉得。日本从来没有在国际事务当中起到一个担当的作用，没有过，没见到过。O2， 谢谢。好啊，今天的课应该翻译成英文再传给班农看吧，好吧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再提醒一下，请大家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谢谢。